今天要去景福宫，那我是搭2号线来的，所以我在乙支路3街下车，然后转橘色这个3号线转到景福宫。那其实景福宫附近也蛮多可以玩的，像安国这边很多东西吃。中午路的话是有一些戏剧表演可以看。耶，我们到景福宫了。5号出口就会到。景福宫的这个出口出来，它不会马上到景福宫，它会先到这个故宫博物馆。我们军的军服再现了朝鲜前期16世纪的服饰。ただいま兵士たちが着用している衣装は15世紀の衣装を再現したものです。 수문장 2대를 앓는 큰 북을 치겠습니다. Identity and exchanging salutes. 现在，2位守门将互相确认身份，互敬军礼。 실과 나라를 지키던 성교와 진책이었습니다. 조선시대 버튼인 광복대전에 따르면 경복궁의 정문이 광화문을 파수하는 보고하고 기수단 단발로 신호를 합니다. Except on Tuesdays. We appreciate your interest. 本活动由韩国国家遗产厅主办，国家遗产振兴院承办。
景福宫附近就有很多这种租韩服的地方啊什么的。那我记得是穿韩服的话就可以免费进入景福宫，不然一般进到景福宫是要3000韩元的门票的。那我之前陪朋友去就是体验过韩服，他们的可能基本费用就是衣服、裙子，然后加一个很简单的头箍，这是最基本，就是旅行社最基本的配备。那我有一些朋友也是预约比较完整、高级的服务，就是他可能是还有妆造啊，然后他的法式那些是比较精致的，甚至有的你可以选说我要皇后的装扮，我要贵族的装扮等等的。发现4号出口旁边还蛮多这种韩服店。像我现在走到也是4号出口旁边的小巷子，这边也有很多的韩服店，然后就发现它男生跟女生的衣服都更精致，然后选择也更多，甚至我刚刚看到还有那个女生的那个绣花鞋，就是韩剧里面会穿的那种鞋子，然后妆造啊什么好像都更完整。重点是男生的选择也蛮多的，因为你看，像我看到橱窗这个是那种大衬的衣服，觉得还蛮好看的耶。这套也太美了，而且小朋友的也好可爱哦，超可爱，超级可爱。这个女生的也太漂亮了吧！这根本就是我觉得有融合现代的感觉，因为传统的韩服裙子不太会是这样透明。哇，我必须说小朋友这个超级可爱，你看小女生穿这个就超级适合，然后这个就是给小男生穿的，所以它这一整个 set 就会是家庭号。来看一下这间叫什么名字，这间名字大家可以记下来，它好像就是结合韩服跟咖啡店的，但我其实都还没有去过，所以没办法帮你们推荐，就只能很肤浅的从外观看一下，觉得好像不错耶。像那个有钱人家小姐会穿的，有没有？那个花纹都很精致，像是那个宫中王妃会穿的那一种。天哪，都好喜欢呢！我之前有跟朋友去参加一个旅行社的活动，然后他那时候好像是跟我说，如果要韩服的话，他是开价1万块，但他可能时间就不是2小时，而且他们那个是有旅行社配合。那这个是路边写的价格，就是2小时1万，4小时2万。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可爱，像它这个，这怎么讲？外面这个毛衣吗？他们其实就是韩国冬天很冷的时候会再加上那个厚厚的毛衣，超可爱的。我觉得景福宫这一带还蛮适合安排一整个白天的行程。等于说早上你先去景福宫穿韩服拍照，然后听导览；下午你可以到北村或西村，然后吃东西、拍照、逛街什么，我觉得都蛮好玩的。因为它这个刚好都在附近，甚至还有仁寺洞、三清洞，其实都是很棒的地方。那晚上如果你觉得白天这样太平静了，没有够刺激，那你晚上可以再去你的弘大啊那种年轻人比较多、夜生活比较多的地方，再去续团也不错。景福宫这附近呢，有一间台湾人很爱的店，他去年6月开的时候，我就立刻就过来买了，超爱。知道是什么店吗？还是你们有看到那个招牌那个蓝色，就隐约有感觉到，好像有点似曾相识。当当，没错，它就是台湾最热门的饮料店德政。这呢已经在韩国开2间店了，然后景福宫这间是它第1间开的。那这边就是卖什么原味茶啦，然后
鲜奶茶这一些。但我喝过一次之后，我就没有来。不是因为你看啊，这价格虽然还蛮符合那个韩国的物价，只是你在台湾喝过什么25、50块的饮料，你在那边喝到什么150的饮料，你就会觉得，先不要好了。那如果你在韩国已经受够他们的饮料，很想要喝一点台湾的东西，就直接来德政吧，不要犹豫。